我们的影片比较小众，所以比较难有流量带来的业配和广告收入，所以如果希望赞助我们，不论金额的大小都可以捐给我们哦。你可以扫描 QR code， 或者是看下方的资讯栏，有玉山银行和 PayPal 的账号，可以方便您使用。谢谢你啦，拜拜。再来就是讲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个训诲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开始讨论说十句话它是十句话，而不是十诫，一个诫命律法或戒律呢？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呢？因为要把人家讲的话回到原意，就是神他原本是这么讲，我们要理解神的原意，避免引起误会。因为如果我们认为是戒律的话，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守规定是在讨神开心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道教他看的我们有戒律，其实他们的想法是说，哦，你们基督徒跟我们道教一样是劝人为善啊，我们大家都要守清规，你们也有你们的十诫，就是他们理解我们的方式是用他们的方式来理解我们。对，我们至少不能用这个方式来理解自己。所以神讲十句话其实是重要的人生建议，它是一个训诲。如果举例子的话，我会举例就是我们会叫小朋友你不要摸火，是说跟他说，你不要摸火，因为你摸了火会烫到，会受伤。我们不是说你不要摸火，因为你摸了火看起来很笨，人家对我们这个团体会觉得我们是不聪明的团体，所以如果你摸了火，我就要处罚你。所以这个就是训诲跟戒律不一样，戒律就是你摸了火，我要处罚你。可是我们训诲是说，你摸了火会烫哦，你不要摸。这个就有一点像你讲的那个师父来，对，他也是讲说我们要怎样是让我们人生更好，大家认同，而不是进来教导律法的。不是请了一个律师来，对，讲法律条文，就变成法律课了。所以训诲比较像是意识形态的认同，动机的话是神为了我们给我们重要的人生建议，是为我们，而不是为他自己高兴、观感好之类的。那耶稣是怎么说的呢？耶稣也是说天父会看动机和内心，而不是看那个外在的。所以相较之下，我们如果看律法的话，律法它通常是一种跟团体观感有关的。举例而言的话，像穿制服就是大家一起穿着制服，而且大家守校规的话，那外面的人看这间学校也会觉得这间学校给人观感不错。因为大家都整整齐齐的。对。然后像道教的话，是要守清规的，不可以随便做一些不好的事情。所以它就其实是比较偏向那种外在的准则。可是大家很可能都有体会过，就是那些穿制服穿好的人，他不一定是善良的。没错，他会带头霸凌。对啊，特别聪明，知道怎么样让人家对自己观感好，可是他心可能更坏一点。对啊，所以这个是比较外界的，然后比较重视的是别人的观感，而不是像神一样，神是为了我们好，而不是管人家看基督徒的观感，或者是人家看神的观感。像法利赛人，他们就守那些外在的规条，但是忘记了天父看的是动机和内心。对，他们就是穿好校服的人，然后去抓没有穿校服的那种可恶的人。然后，那你觉得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，就是指旧约嘛，乃是要成全旧约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会觉得耶稣他说来不是要废掉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说他并没有把旧约废掉，而是他保存了旧约的核心价值。然后他要成全，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基马拉一样，是要不断进化的。所以耶稣的意思不是废掉，表示是要保持核心的价值，并且让它进化成符合每一个当下的时代。并且耶稣他来了以后，然后上天堂了嘛，接着就圣灵降下来。所以圣灵等于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个跟上帝直接相通，然后在我们换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状况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知道现在怎么样的举动
可以符合最原先的那一个神爱世人的核心价值。对，所以才会说耶稣来，他就是借着圣灵来成全了旧约里面原本神想要讲的核心价值。这个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原本大家觉得友善有礼貌的握手的行为，在疫情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要保持那个体贴人的友善的心，可是我们表现的方式就不是握手。像戴口罩也是啊，原本是口罩拿下来才是礼貌，可是现在是戴着口罩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就是随着时代有不同的状况，我们的核心价值没变，可是行为模式可以变。然后再来，马太福音耶稣有说他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们要举一下新约经文里面有讲的例子。好。希伯来书有说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耶稣已经来了，所以我们不用再献祭了。可是新约还是说我们要以颂赞为祭，这个也是一个时代不同，但是维持了旧约核心价值的例子。然后还有罗马书12章说的，兄弟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这个也是一样的，不用杀牲畜来献祭，可是我们的身体要献上当活祭，被神使用。这个就也是新约经文里面就列出来，随着时代不同，如何改变行为模式，但是守着核心价值的例子。那有没有什么反面的例子呢？举例而言，基督徒变得比法利赛人还要会守律法的例子。我要想一下我要怎么表达，才不会怨气看起来很重。就是收奉献啊。收奉献。我第一个想到收奉献，然后第二个想到是你穿什么来教会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我行我素的人。所以我想要穿，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，我想要穿拖鞋去教会，但是我就会被骂，然后说你这样就是不敬爱上帝。整个扣了很严重的大帽子。非常大。对啊，不爱上帝。然后也会跟我说，你看看里面有多少人跟你一样。然后我说，因为他不敢。好，这样我也有我自己的问题，就是我的罪被别人的罪给惹动了。对，但是这是一个我从小到现在还记得的例子。对，然后还有奉献啊，就是我听到教导说，不要看不起你是一个小孩，你奉献的上帝会喜悦，所以你该奉献。但他们前面用的那个理由很吸引人啊，就是说不要看不起你是小孩所做的奉献，上帝也会很喜悦。所以那个我觉得很认同，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说，所以你也要奉献？哇，很有趣呢。这两个很有趣。我会想到的是安息日，就是一定要去教会的这件事情。因为疫情期间已经变成去教会反而是不适合的机会，就是这个状况会变成是怎么样合法又合当代呢？那有没有可能原本就是安息日有其他的意思，去教会只是其中一种意思而已，或者是去教会要符合它的核心价值才有意义？对。下一次要跟大家讲的十诫的内容里面，其实就有讲到关于守安息日的律法这件事情，然后就有讲到守安息日它真正里面的核心价值是什么。这个下次再跟大家讲，今天先不讲。好 ，OK。好，很好的 ending。一个很有预告性质的 ending。对对对。下一次就会讲说十诫里面那10句话，我们以后都讲10句话，再也不讲10诫了。好，所以下一集会讲10句话到底是有哪10句，然后是怎么编号的。因为犹太人跟天主教徒跟新教徒是不同的编号方式，还有撒玛利亚人，还有基摩斯，是不同的编号方式。所以下次就会仔细的讲怎么编号。接下来也会跟大家讲每一句话里面的核心意义。好，希望大家学得正确，活得开心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